和最后一个前任分手已经6个多月，在一起时他经常靠在我怀里打游戏，我最喜欢的就是一边看他玩，一边摸他有点扎手的胡茬。可惜这样岁月静好的时光只有短短半个月，因为他跑去和前任复合，放弃了我。如果放在以前，我会觉得一定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陷入自我怀疑中。不过现在我只会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哦，然后该吃吃该喝喝。现在的我只会觉得他不配，因为曾经那个极度自卑、容易内耗、配得感低的我早就不在了。我是易胖体质，20岁之前就长这个样子。从小自卑的种子就因肥胖在我心中生根发芽。第一次找回自信要追溯到大一时期，那会儿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辩论赛。我的父亲逻辑缜密且文采斐然，我虽然没能遗传到他这方面的优秀基因，可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尚可，因此在代表我们系的比赛中拿到了最佳辩手的荣誉。也因为当时的表现，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来自身边人的另眼相待，这种被认可甚至被推崇的感觉让我上瘾，更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形象，获得他人的认可。也是从这时开始，我的人生轨迹彻底发生了改变。当然减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足足花了10个月的时间，从220斤减到了140斤，而支撑我日复一日坚持的动力仅仅是我想获得他人的一句称赞。瘦下来之后，我找回了一些自信，也更爱拍照了。我也尝试寻找心仪的女生，想要开启一段恋情，可那会儿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弯的，所以大学的几年里，即使有心，也从未碰到过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人生第一次正式恋爱时，我已经25岁了，那时候我已经瘦下来好几年，而且是一个有点肌肉线条的团操课教练了。我的工作就是在舞台上把自己最热情、最自信的一面展示给学员，因此这种职业赋予的光环也让其貌不扬的我第一次得到了女生的青睐。在我4年多的直男教练生涯里，一共交往过3任女朋友，其中第1任虽然是我提出交往的，不过一开始是她经常单独约我出去玩，还给过我很多暗示，加上当时和她一起玩还是挺开心的，就误以为是爱情，想着总不能让人女孩主动吧，所以我就主动提了。其余2任都是对方主动提的，这让我找回了不少自信，因为爱本身就是认可一个人的最高标准。当然我并不觉得对他们有什么亏欠，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男生，在一起也都是对方主动向我表示好感，你情我愿的事儿，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欺骗和隐瞒。后来确定取向后，我已经是资深教练了，经历了直男时期的被认可和被喜欢，觉醒取向后，我更加迷恋这种感觉了。职业原因，我的身材算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类型，所以在圈里很多人眼中还是有点吸引力的。那段时间只要打开社交软件，消息就响个不停，看着那99加的消息，甚至一度让我有点飘。不过我还是从不会主动和那些很优秀的人打招呼，主要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怕配不上别人，怕被人拒绝。完了之后，我一直在北京当教练，当时我非常卷，只不过和大部分其他教练的出处不同，我既不是出于热爱，也不是为了赚更多钱，我唯一的动力就是想出名，想让这个圈子里所有教练都认识我。后来因为在比赛中获得了一些成绩，拿到了点 title， 算是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感情方面，我虽然长相一般，但也算比较爷们儿，加上有着还算不错的身材。那段时间结束一段感情后，只要想，甚至随时能做到无缝衔接。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曾经那个自卑的我彻底成为了过去式，我也开始相信我值得被优秀的人爱，值得这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不过我也因此矫枉过正，随着入圈时间越来越久，我开始变得挑肥拣瘦，从一开始的愿意耐心交流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傲慢，从自卑的这一极端走向了自负的另一个极端。这也是我来成都1年半多的时间就只谈了2任的主要原因。经历了这大半年的空窗期，我也在反思自己，曾经的我就像安陵容，总想着原是我不配，可后来的我就像夏冬春，动不动就凭你也配啊！当然这只是个玩笑，我还不至于没数到这种程度。不过我确实也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想着选择那么多，下一个更乖。正是这种心态让我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当然我不会也并不想变回从前那样，现在要做的就是在2种状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呐。接受自己的取向是我人生做过最重要的选择，也是从这开始我才真正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成长在东北一个非常传统的体制内家庭，从小家里管的就很严，高中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通讯录这一群体的存在。不出意外，我的人生会和身边很多人一样，按照父母的规划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差不多的年纪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妻子，然后相敬如宾的过完一生。如果是这样，可能我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确定和接受自己的取向后，我仔细复盘了自己20多年的人生，长这么大我从未主动对任何一个女生动心，和前女友们的交往也都是被动的一方。可这只是我在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机械的前进，也许我真正想要的只是一个完全出自本能的选择。想明白了这些，我怀着期待正式进入了这个圈子。彼时我刚刚开启北漂生涯，在这座没人认识我的大都市，我可以没有任何顾虑的认识和了解我感兴趣的人。不过初入这个圈子的我对感情的认知还是和直男时期一样，第一个认识的人算是我的邻居，当时刚到北京还没有朋友，认识
识圈内人的途径只有社交软件。当时我租住在5环外的一个公寓，那是一个很大的园区，他就住在我隔壁那栋。第一眼看到他的照片我就很心动，他戴着眼镜，穿着一件黑色背心，臂膀很粗壮，属于典型的纸包肌。我过往做直男的3段感情经历都是先从朋友做起，所以觉醒后我很自然的就认为2个男生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的。不过和他见了3次面后，再联系他时，我发现他已经把我删了。我一开始是不明白的，明明上一次见面还很愉快，这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呀？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细究这个中的原委，又开始和其他人接触。可慢慢的我发现以前那套是行不通的，男生之间的感情都是炽热而直接的，很多时候我的扭捏拉扯会被对方认为是在吊着人家，不真诚，被人毫不客气的 pass 也在情理之中。仔细分析我做直男时之所以会有那漫长的拉扯过程，本质还是因为我对对方的感情并非爱情，可又觉得自己该有一个恋人，所以才会拧巴又拖延。而现在的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喜欢的具体的人，而恋爱关系只是表达内心想法的途径而已。想明白后，我也放弃了那些繁文缛节，面对他人的示好会当场明确表态。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在我的观念里，感情中双方的情感指数必须均等，意思就是如果我喜欢你10分，那你必须也喜欢我10分。如果你喜欢我只有7分，那我会选择放弃。不过后来这种容易让自己陷入内耗的观念，也因为我给人当备胎而被彻底摒弃了。那是我去北京后的第3年，不否认他是喜欢我的，不过他喜欢的不止我一个。他在身边有朋友陪伴时很少会想起我，只会在没人陪时才会来找我，然后在语言中不加掩饰的向我表白心迹。可我不是18、19岁的傻小子，而且当时因为经历过几段感情了，这种小儿科当然是一眼看穿。虽然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绝不容许我接受这种不对等的情感关系，可人终究是感性动物，我实在难以克制对他的喜欢，所以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坚决的和他斩断联系，以至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在这种极其拧巴的状态下和他保持着暧昧关系。让我彻底改变想法是在他的一次酒后，那天他和朋友在外面喝了很多酒，结束后回家给我发消息说吐得难受，让我去陪陪他。他和别人出去玩没叫我，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又想起我来了，如果答应了会显得自己很不值钱。可好几天没见他了，我还是挺想他的，最后还是和以往一样这么拧巴的去了。在他家，他喝得脸通红，满身酒气的搂着我的脖子，又和以前一样说着那些深情的话。当我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时，正准备走，他轻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谢谢你老公，有你真好。这个称呼不论在我以前做直男时还是后来和男生交往时都是从没听过的，此时在他的口中说出来我还是很受用的。看着他醉得睁不开眼睛却依旧帅气的脸，我突然想通了，备胎又如何，自欺欺人又如何？与其这么拧巴的让自己难受，不如坦然接受，在他表演深情时享受这一切。最起码当下的我是快乐的幸福的。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才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一直在追求心心相印的感情，坚持感情要势均力敌的原则，归根究底这些都出于我作为一个人需要一份情感寄托，这份寄托会让我感到开心和幸福。回望我所有的感情经历，不管有没有正式交往的，我都会在意得失，纠结利弊。可结果呢？直男时期的不算，我正式交往过的最长也没超过1年。既然注定无法天长地久，那不如专注当下的感受。他爱我几分又如何？是否真心爱我又如何？现在的我论迹不论心，人生本来就是体验的过程，糊涂点让自己开心也没什么不好。